卷线器刹车啊，种类繁多，有离心，有磁力，有 DC， 还有离心和磁力混合的。那你手里面的卷线器刹车究竟应该怎样来调整呢？今天的影片就同大家分享终极的科学调整卷线器抛头刹车的方法。上一期呢做了一些测试，同大家分享了卷线器的抛头刹车调教惯常认知同真相的区别。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今天的内容呢，简单的总结一下上期的要点。首先啊，抛头的效果是用耳的飞行来衡量的，所以呢，对耳有影响的阻力才会对抛头有影响。那在这部分阻力里面呢，刹到耳的刹车力才可能对抛头有影响。然后呢，导环阻力和耳以及线的风阻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忽略。那原因呢，不仅在于这些阻力有可能比刹车的阻力更大，更重要呢是在于这两个阻力在抛头的全程都是在影响到耳的飞行，而刹车阻力呢，只要是调整得当，实际上作用在耳身上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一般抛头过程中耳和线杯都是在减速的。那理想的刹车呢，就是让线杯的减速步调同耳达到一致。下面呢就进入本期的正题。那现在抛头教学的影片呢，基本上就是分成两派，一派呢就是机械刹车调零，一派呢就是机械刹车调到落地不吵或者匀速下落那到底谁对谁错我们先不公布答案。首先呢，为了方便更清晰的说明，我呢把刹车分成两类，主刹车和辅助刹车。主刹车呢就是像离心刹车磁力刹车DC 这些。那辅助刹车呢就是机械刹车，还有呢就是大家的拇指。大家都知道不同种类的主刹车它的作用方式不同，也就是呢它的瞬时刹车力度和刹车作用时间长短不同。那还有一些呢是启动快慢不同，加上作用时间以及作用力度的不同，比如像 DC 那种。但是呢，除此以外，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不同，那就是很少有人提到的不同种类主刹车的背景刹车值的大小不同。那所谓这个背景刹车值实际上就是指这个线杯在低转速的时候主刹车可以提供的刹车力。那这个低转速背景刹车值的大小呢，实际上是同主刹车的设计以及作用方式紧密相连的。那我们在使用卷线器的时候主刹车的这个背景刹车值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在耳飞行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抛头要求下，以及由不同的人抛头的时候是否需要额外的辅助刹车。因此呢，这个背景刹车值的概念对科学调整卷线器刹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呢，我们就具体展开说一说。那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刹车必须依据不同的种类来进行设定和调整。比如说呢，以 S 加为代表的离心刹车和以 D 加为代表的磁力刹车，那它们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调整方法呢也是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的背景刹车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以这两个分别为代表，看看它们有什么具体的不同。我们先来看这个离心刹车卷线器，这是20版的 Shimano Metanium， 它装备了 MGL3 的线杯，然后呢 SVS Infinity 无极外部可调的离心刹车，所以这代表了 Shimano 家最先进的离心刹车卷线器，所以呢不存在什么老古董的情况或者是过时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把它离心刹车要全部关掉。我把这外面的外调也调到了最低，这样子它离心刹车完全关掉。然后呢，我们来调这个机械刹车，把这个机械刹车呢还是调到所谓叫落地不吵，敲到地板上就出来一圈这样子刚好好了，调好了。然后呢，我们来做两个抛头。第一个抛头呢，就是这个15克的吊坠然后我呢不加力就直接的轻轻的依靠它的这个惯性荡出去。OK， 我们来看一下。OK， 不用这个手指指控，这样子以后它完全没有炒粉，是不是？然后呢，第二个抛头，我要加一点力。
在离心刹车调0，而机械刹车全开的时候呢，只有在抛头的前段才会出现超粉。好，我接下来再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机械刹车啊再完全的放松，放松到就是所谓叫全松状态啊。好了，刚好，非常非常松哈。然后呢，我们来做像第一次抛头那种慢速抛头啊，就轻轻地让它荡出去那种抛头。在离心刹车完全关闭的情况下，当把机械刹车也关闭做不发力抛头的时候，在饵落地的瞬间发生了超粉。但当我们把机械刹车全开，同样做不发力的抛头，则全程没有超粉。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现在还是离心刹车为0啊，机械刹车还是调到那种落地不吵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现在来加这个离心刹车，看看这个抛头的时候有什么区别。把这个盖打开啊，然后呢打开。我就开2颗好了，我把外面的调到3跟4中间好了，这个离心刹车这样子，这基本上是中段的样子这个抛头的话呢，用加力的方法在机刹全开情况下，当我们打开离心刹车发力抛头的时候，全程都不超粉。但当离心刹车关闭而发力抛头的时候呢，抛头的前段出现超粉。那再来我把它这个离心刹车全部打开，好吧，全部打开啊，这个4颗全部打开了然后呢，把外调、微调也开到 max， 全部打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杯调到它左右不晃，超粉了。所以说呢，即便离心刹车全开，它在抛头的末尾阶段，也就是饵入水的瞬间，对于抑制超粉也是无效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使用拇指，或者对新手来说就是需要机械刹车的辅助。所以呢，上面这一系列实验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离心刹车和机械刹车在这种离心卷线器里面，它是有各自分工的。机械刹车它管的是低转速时候的抛头，而离心刹车它管的是高转速的抛头。这就是为什么在离心刹车完全调0，但是机械刹车打开的时候，我用低速抛头，它完全没有超粉，但是一加力，它超粉就发生在抛头的起始阶段。也是为什么呢？在我们机械刹车关掉的时候，饵敲地以后，我那个时候没有拿手指去按它，它马上就超粉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说明和图表。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在抛头的时候呢，空气阻力对饵的飞行有很大的影响，特别呢是在抛头的初始阶段。这是因为在空气当中飞行的物体，它受到的空气阻力可以简单的写成这样的公式。那这几个值的乘积分别代表呢 C 是饵的空气阻力系数，它呢跟饵的形状相关。比如说像这边列表上所示的不同的形状，它对应的不同的空气阻力系数。那最低的呢是像流线型这样，它的空气阻力系数只有 0.04 而且它这个数值的变化范围也是很大的。那像有一些比如说像三角形这样飞过去的话，大家可能以为它头上是尖的，那它的空气阻力系数会比较低，那实际上不是。这些系数的话都是通过风洞实验来实际测定的。好，然后呢这个 ρ 是空气密度，那在一般情况下，一般大气压下，一般温度下呢，我们就可以取 1.22 克每升。再然后呢，这个 S 面积是饵在运动方向的截面积，所以单到这里为止呢，这个 C 如 S 大家可以看到跟风阻的关系，实际上呢就是它要空气阻力系数乘以运动方向的截面积，才是这个饵在空气当中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代表它风阻的这样一个值，就不单单是看它的截面积，所以这点首先要记住。然后在最后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关，就是呢这个 V bait 是饵相对于空气运动的速度。为什么说相对于空气运动的速度？因为在考虑空气阻力的时候呢，这个空气它不单单是静止的，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同的运动速度和方向。比如说我们迎风抛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空气阻力它跟饵在空气当中运动的相对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大家知道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当空气阻力作用在耳上的时候呢，它对耳的一个减速作用，或者说给耳带来的减速度啊，就是写成这样的公式。那么我们把这个空气阻力的表达式带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那个耳啊在飞行过程当中，它的减速度跟它的速度的平方也是成正比的，然后跟它耳本身的质量是成反比的。如果我们现在用速度作为 y 轴，用时间作为横轴来描述这个耳在整个抛投过程中它的速度跟时间的关系的话呢，基本上呢，当它用一个初速度 v1 开始抛投的话，这就是一个近似于反比的关系，也就是耳的整个抛投当中的飞行速度啊，跟它的时间是成反比的。那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斜率啊，也就是它的这个加速度，实际上或者叫减速度吧，在这里，在耳抛投起始阶段，当它的速度越快的时候，那它这个减速度是越大的。然后呢，随着抛投时间的进行，它的速度在降低的同时，它的减速度也在降低，所以呢，它的斜率是慢慢变小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抛投，那如果第二个抛投它起始速度 v2 是大于 v1 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同样我们可以得出，在抛投起始阶段，它受到的空气阻力是要大于用 v1 开始抛投的这个空气阻力的，而且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因为空气阻力带来的减速度的，也就是这个斜率也要比 v1 抛投的时候它的斜率要大。好，接下去呢，我们就用这个空气阻力和速度以及时间的示意图啊，来检验一下我们刚才做的两个抛投测试。那同样呢，都是离心刹车关掉，然后机械刹车呢调成落地不吵。那在第一次抛投 1A 的时候，我们说过是不发力的抛投，那它这个耳啊，在不发力抛投的时候，它基本上这个飞行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来引入这个机械刹车啊，因为我们只开了机械刹车，所以呢，黄色的线呢，实线它是代表这个线杯回转的线速度。那在抛投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线杯啊，它的速度是0，对吧？然后呢，线杯被耳带动，所以呢，会有这样一个加速的过程。那加速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就是线杯的线速度和耳的速度是一样的。到这个时候，两者都开始同样都进入这个减速阶段。那因为线杯受到一个机械刹车，我们在上一次测定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机械刹车呢，相当于是一个可以看作是一个横力，所以在横力作用下呢，这个线杯它的减速速度啊，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直线，可以认为啊是线性的。那然后呢，这个耳啊还是在这样慢慢的减速啊，因为它的风阻的关系，慢慢在减速。然后呢，在减到后段的时候啊，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当这个线杯的速度啊减到比耳的速度小的时候，就把耳的速度也拉下来了。所以这两者呢，在后面一段是一样的重合的。到最后呢，这边呢是你用拇指去干预了，啪停下来了啊，或者说是啪砸到地面了，它就是速度很快的降为0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械刹车呢，它主要是在前段和后段啊对耳的飞行有作用。那中间在这一段的时候呢，那你看到这个线杯的速度略高于这个耳的飞行速度的时候呢，那这个线杯所受到的刹车力实际上对耳没有刹耳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说的刹不到耳的这个刹车力对抛投没有影响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速度差它是有个 delta v 的啊。delta v 的话，这边呢是什么？是卷线器略高于耳的速差。好，这是不发力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抛投 1B， 我刚才说过了，同样是刹车调整的话，用的是一个发力抛投。发力抛投的区别跟不发力抛投区别，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初速度的区别。所以当我们用发力抛投的时候，它这个耳的一个飞行轨迹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对吧？所以它起始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大。那非常大，就意味着它的受到的风阻大，风阻大了以后呢，也意味着它风阻造成的减速度也非常的大，所以它的斜率很大。我再重复了一遍。这个时候呢，我们引入这个机械刹车，记住我们这个时候呢，离心刹车还是关掉了，对吧？那机械刹车来了以后，在这个高速度的耳的旋转的带领下，它首先呢就是线杯回转达到的速度会比前面我们低速的时候，它回转速度会要高一些。但是，一旦到了这个焦点以后，当线杯也开始减速的时候，
它这个时候受到的阻力还是跟前面一样的这个机械刹车，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啊，近似认为这个机械刹车它的力量大小不受速度变化而改变，基本上就是个恒力。那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减速的一个过程，它的斜率跟刚才的斜率是一样的，不同呢就是它的起始点不同。但是问题是呢，这个耳它因为速度要比刚才的高，所以呢它在这一段之后，就是两者线杯的回转速度跟耳速达到一样的之后，它这个减速的过程还要比刚才的这个减速幅度要大。这样子就造成一个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杯回转速度跟耳的实际飞行速度，它的差值 delta v 要比刚才这一段要大了好多。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嘲讽情况，也就是线杯因为它的回转速度过大，远远大于耳的飞行速度，所以呢，导致线杯甩出来的线不能被耳带走。不能被耳带走的话，线积压在线杯附近的话，那个就造成了嘲粉。所以呢，实际上你在出现这种情况抛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如果你嘲讽了，就直接就是到这边啪一下子，这个就到零了，因为这个线杯也就停下来了，然后耳也飞不到后面这一段了。好，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为什么在用发力抛投的时候，实际上它在抛投的前半段里面会有一个嘲粉的出现。好，我们接着继续看这个发力抛投我们知道前面这个造成嘲讽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耳的减速度它是跟它耳的这个速度平方成正比的，这就是为什么当速度变得特别大的时候，用机械刹车单一的这个线性加力减速，它跟不上这个平方比的这个速度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引入这个离心力。当我们打开这个离心刹车的时候呢，这个刹车豆就有离心力它这个离心力呢，它的公式是它的离心力等于是刹车豆的质量乘以刹车豆的线速度的平方，然后除以这个刹车豆回转的这个半径。这个离心力作用在你线杯上，对于线杯产生的这个减速作用或者叫减速度，同样的运用牛顿第二定律，是线杯的它的减速度等于离心力去除以线杯的质量。那把这个离心力的 Fc 的公式带进去以后，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个时候来比较，在开了离心刹车之后的线杯的减速度，跟这个时候耳的在风阻情况下它的减速度的表达式，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这两个力里面都出现了一个什么？都出现了一个速度的平方。这就是为什么用离心刹车的时候就是引入了这样一个同样跟速度平方成正比的阻力，给你这个线杯减速，从而达到匹配你的线杯减速步调与耳的减速步调一致这样一个原理。在引入了这个离心刹车之后，这个线杯回转的速率曲线跟耳飞行的速率曲线它是怎么样一个关系？这根紫色线就是这样子我们啪也是线杯加速到了这个焦点以后，然后因为离心刹车这个时候在作用那它前半段的话呢，就是它的减速步调是可以比较好的匹配你的耳在风阻条件下的一个减速步调的。那到了后半段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过了这个焦点以后，那主要就是什么？就是机械刹车在起作用，还是把这个耳呢也是拉到下面去，这两个速度线杯速度跟耳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而且呢，有的时候线杯速度可能更低于耳速一点点，然后到最后呢，你就很顺利的一按，然后耳就入水了。所以呢，到这里呢，我们不仅仅解释了这个离心刹车运作的一个原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为什么离心刹车它是在线杯回转的或者说抛投的这个前阶段它是比较大的作用的，因为它离心力刹车的这个刹车力，它实际上是跟它回转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那所以说，当它的速度降得非常低，又因为它刹车豆本身的质量是很小的，实际上，那所以说这个离心力在低转速的情况下它的值是非常低的，就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背景刹车值的问题这离心刹车作为主刹车的时候这个低转速时候的背景刹车值是非常的小的。当低转速情况需要给线杯减速的时候就需要机械刹车或者是拇指的额外辅助干预。而离心刹车本身呢，则是专门负责高转速时候的线杯减速的。
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迪迦的 SV 磁力刹车的代表，就是性价比很高的塔图拉蜘蛛。相信很多观众手里面都有这个卷线器。那这个蜘蛛啊，它的机械刹车在出厂的时候就是已经设定好了，就是呢让这个线杯能够左右晃动大约0.2毫米，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它的机械刹车是调零的。那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迪迦有的广告啊，就是说所谓的叫拇指不干预，也抛头不会炒粉。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际的检验一下，看看这个迪迦的广告啊有多少的水分。那同时呢，也看看这个调零状态的蜘蛛啊，它的抛头性能啊究竟如何。然后现在我把它的刹车呢调到10，这样子10哈。然后我这个调组调距的搭配哈，然后我们来抛一下哈，是吧？一点点粉都不炒啊，而且我这个是发力的哦。你看我抛完了以后，不管这个杆子怎么动哈，不会炒粉。然后我再把它现在把它放松一下，把它放松2格哈，放松到8，还是一样发力哈，单手。那照样不会炒哈，看看它下限有多少哈。我们再来一下吧，到7啊。那现在是无风的状态哦。依然不会炒，疯了，再往下调。好，现在有一点点炒了，现在我调到了6啊，这个6。像这种无风的状态，我这样子杆长，这样子的线粗细，线的材质是尼龙啊，然后前面这个耳的风阻它固定的话，那这样子的话，用这个戴娃的 SV Tatula 的话，我可以把它的磁力刹车调到6，都不用任何的手指干预，这样子无风的状态下。所以啊，各位看官啊，你们手里面如果有迪迦的 SV 刹车卷线器啦，可以放心的就用它的调零状态。那炒粉的话呢，要么就怪风，要么呢就怪自己的姿势不对。跟我们刚才的这个离心刹车比一下的话，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啊。所以啊，这个迪迦的 SV 卷线器啊，能够在全程抛头都不需要机械刹车的干预，也可以甚至不用拇指干预就能够不炒粉的，它的前提和原因啊，就是因为它磁力刹车的背景刹车所赐。那你让 S 加来一个关闭机械刹车的离心轮子抛头拇指不干预试试啊？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试过了，是不是？就你把离心刹车开到最大，它抛头在最后末尾阶段耳接触水面那一下，如果你不用拇指去控制的话，照样炒粉。所以呢，离心刹车啊，它实际上是要加上机械刹车，它的效果呢才会相当于这个 SV 的磁力刹车。这样一样能够涵盖从高到低的整个转速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加上机械刹车以后呢，这个 Mecanum 也可以像蜘蛛一样完全脱离拇指来抛头了。好，小结一下，由于离心刹车啊，它本身的背景刹车值非常小，所以呢，在我们抛头末尾，耳的飞行速度呢本来已经比较慢，但是呢又面临要很快减速，比如说要敲到水面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外部干预来给线杯减速。那这个外部干预呢，就是拇指，或者呢，就是这个机械刹车。但是呢 ，SV 这样的磁力刹车卷线器啊，当调整到一定档位以后啊，它本身就具有足够的背景刹车值了，所以它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低转速。因此呢，可以在抛头末尾的时候呢，不需要外界干预。这对于新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了解的一点。然后呢，遇到像风阻大的情况啊，比如说用的耳啊本身风阻大，比如说像我们用复合旋转亮配的时候啊，又或者呢像顶风抛啊，那是环境造成的这种风阻增加啊，我们都可以通过增加主刹车来平衡，因为耳啊在抛头的前半阶段减速步调太大而造成的炒粉。那市面上的卷线器啊，又不单单只是 S 加的离心啊，或者是 D 加的 SV 磁力。那怎么知道您手里面的这个卷线器啊，它这个刹车究竟有多少的背景刹车值，或者说需不需要额外的干预，需不需要打开机械刹车，或者需不需要在末尾的时候加入比较多的拇指干预呢？
那我们只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不管什么卷线器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呢，先把辅助刹车或者机械刹车，保证它是调到0位，然后呢，我们就把主刹车调到最小它可以调的位置。像这边的话，我就把它调到0了。0了以后呢，你就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线杯，那线杯上面有线或者没线啊都没有关系啊。那有线的话当然是更好，稍微拨动一下线杯，你看，然后呢，你把主刹车啊我把它调高啊，我就索性一口气把它调到最高，然后你再拨动一下线杯看，你看什么情况？它波动的时候，它线杯保持回转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圈数，要很明显的比刚才主刹车调到0的时候要慢了好多，是吧？少了好多圈了。这个说明呢，它主刹车是带有这个背景刹车值的，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呢，它可以不加辅助刹车，不加机械刹车啊，这是可以的。那我们再拿西马诺离心刹车卷线器来检验一下这个方法对不对啊？然后呢，机械刹车一样的，先调0，离心刹车先全部关掉。好，关掉以后呢，我这边呢把它外调到最小1，这样子它的主刹车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了哈。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线杯也是拨动一下，啊，基本上是这样。好，然后接下来呢，继续调，把它的4颗刹车豆全部给它打开。全部打开喽，把它的外调调到最大，然后一样的摁下去，区别实际上很小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它通过单调主刹车是不能非常多的来增加它的背景刹车值的。那这种情况呢，就你用这种卷线器的时候呢，你该加辅助刹车、该加机械刹车的还是要加。那拇指呢，可能有的时候会需要多干预一些啊，特别在用这种浮碳线的时候。OK。然后呢，西马诺的 DC 啊是一个例外。DC 啊，它是一个反馈式的干预，也就是真正的不炒不干预。所以一般的离心刹车和磁力刹车呢，都实际上是预设的啊，不可能因为你突然遇到风而瞬时增加当时的刹车力。但是 DC 啊，它不仅仅可以，而且呢，干预介入速度啊、持续时间啊和力度啊，都是让晶片来控制。那就相当于呢是一个电子的大拇指。而且它的反应可能比绝大多数的人都快，所以说应对抛投过程当中的突发情况呢，效果会比较好。最明显的就是顶风啊，就突然间风向改变啊，突然间风力改变啊等等啊。不过呢，在它的抛投末尾阶段呢，还是经常需要一点拇指去介入，因为它 DC 刹车它实际上作用也是有一个回转的阈值的。好，所以讲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策略，就是抛投刹车啊。必须要根据刹车种类来做出合适的设定和调整。那非常大的一个判别因素就是看主刹车的背景刹车值大小。接下去再讲第2点，就是要根据抛投的种类来设定。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个不同的抛投种类啊，在使用不同的卷线器刹车类型的时候啊，它各自的这个调整方法和各自的影响会有什么不同？先来看呢，这边还是戴瓦的蜘蛛塔图拉啊，磁力刹车。我们从这个2档开始啊，档抛，然后这个还是7克的坠，然后我旁边呢是绑了这个海绵，主要是为了让它变成白色，然后这样子我拍的时候大家可以比较好的跟踪它的轨迹哈。我是完全不发力哈。这是2号，然后我们现在把刹车调到另一个极端啊，调到16好了，很高了哈。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哈。有没有看到？我依然是一样的力荡出去，它有一个什么情况？它的抛物线，你看，很容易变得非常高 ，right？ 它的弹道变掉了。这是磁力刹车。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离心刹车啊。首先呢，我还是把这个机械刹车全部关掉哈。机械刹车全部关掉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离心刹车也全部关掉，OK， 我们还是一样的荡抛 ，OK。就轻轻的荡出去。
轻轻的荡出去哦。弹道很低是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离心刹车呢全部给它开到最大，把它所有的都打开，哈。然后外部呢也调到最大哈。好。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弹道跟就是离心刹车开或者关没有任何的关系，是吧？而刚才磁力刹车的话，这个高磁力刹车和低磁力刹车同样荡抛的话，它这个弹道在高磁力刹车的时候，弹道就会变高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同样道理啊，它的离心刹车啊，对于低速回转的这种抛投，它是不起作用的。你要怎么样来模拟出这个磁力刹车这种情况？就是把这个机械刹车打开，把机械刹车开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现在把机械刹车从刚才的那个全关到这种基本上就是落地以后不吵，好，这样子来抛投，你们看一下它的弹道会怎么样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弹道马上就变高了。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在荡抛的时候呢，不同的刹车它有不同的影响。那荡抛和一开始测试用的过头抛啊，它的区别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荡抛我们有一个低弹道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抛投的时候，这个荡抛的出手速度要比过头抛实际上它耳速要慢很多。那正因为前面说过了，背景刹车值影响的是低速阶段，所以呢，那离心刹车卷线器呢，我们只要关掉机械刹车。即便离心刹车开到最大，也可以看到每次我们都还能够重复性的获得这个低弹道。一方面呢，很多时候不需要主刹车的速度平方成正比的这个刹车来减速啊。另一方面呢，像离心这样的主刹车，也刚好呢就是在低速的时候，本来它的刹车值就很小，那加上荡抛的距离不远了，所以线杯还接近全满的情况下，离心刹车的减速作用也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的那调成全开和全关对弹道没有影响。那只要你荡抛是在低速范围内，主刹车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一直炒粉的功能的然而对于 SV 类的这个磁力刹车它背景刹车随着磁力刹车增大而增大。那荡抛中摆到底以后出去一个抬杆动作，后面阻力大的话呢就很容易有一个类似于像延迟出手的这个效应。所以这个磁力刹车开得越大，它的弹道就很明显的增高了。哪一些是那种所谓低速的抛投呢？基本上来说呢，像那种低弹道的抛投只要你不狠命发力的话，都属于这种低速抛投那这些抛投呢，比如说我们刚才那种正统的一般的这种 pitching 然后呢，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 roll pitching 这个也是你只要不是发力发很大的话它这个时候它这种出去它是用不到你这个离心刹车的然后呢，像那个侧手回旋呢，这个就要看了。如果你们有 DC 的卷线器的话，你们在抛 DC 卷线器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有些抛投的话，它这个 DC 卷线器它没有那个嗡嗡嗡的声音的，那这种呢就是属于低速的抛投。所以讲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为什么说这个 S 的离心它是个手排档，而 D 的这个磁力呢，它是个自动挡因为离心刹车它可以把主刹车同它的背景刹车分别调整，是分立的，但是 D 的这个磁力是联动的，分不开的。那同样的，这个离心刹车它这个低背景刹车值呢，实际上它这个特性在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场景也是有非常好的用途的，那就是远投。那远投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一些器材上的特别的匹配，比如说用非常细的线特别呢在耳上面我们会用什么高自重，然后呢低风阻、低截面积的耳。这个呢，回到我们前面的风阻公式，实际上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超远投的时候，那整个飞行曲线过程当中，它的耳它实际上它是达到一个高初速度，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减速步调的这样一种情况。为了要匹配你这个线杯减速跟耳减速的步调，那你耳现在减速很慢了，那线杯你减速的步调也让它慢一些。那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耳它一开始可以达到的速度非常高的，你不用担心它突然间减速了，那你就把这个机械刹车关掉，让它一开始的初速度线杯回转初速度可以
尽可能的去匹配到它的饵的飞行速度，或者说尽可能的减少对饵的初速度的一个影响。那除了这个超远投这个情景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抛投情景就是微抛。那有很多观众呢一直跟我反映说，这个微抛很难抛啊，稍微发点力就超粉，稍微发点力就超粉。那相信通过今天的分析啊，特别是风阻公式的这个引入啊，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那这个微抛就是所谓的抛非常轻小的东西。那这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它饵的一个质量。同样的风阻阻力作用在不同质量的饵上面，它产生的减速度是不一样的。那哪一个减速度会大一点呢？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大家平时遇到的微抛当中非常容易炒粉，究竟是什么原因？然后如何来克服？那所以说呢，这个刹车调整啊、抛投啊都是有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啊，绝对不是什么一上来就不管什么37/21就全部调零的啊，也不是不管什么抛投阶段啊都调成落地不炒。那说到落地不炒呢，还要说一句啊，大家不要以为我就是一味的要反对这个调零，大家也看到了，我已经说过了，有些地方还是必须要调零的，调零也有它调零的好处，对吧？那也这边再补充一点，说一下，就是这个落地不炒这种调整方法，即便在大力抛投的时候，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问题出在呢，就是如果你是从粗线调整同样的饵，然后换到细线调整同样的饵，这个时候如果线差别粗细很大的话，你同样都调到这种落地不炒的话，你会发现啊，你用细线的时候，你在机械刹车调整这个补偿的时候，会补偿非常大的力，就是因为它线实际上它线跟导环的摩擦力变小了这部分，但我调的时候，它的基准就是调到基本上相当于一个饵的重力这样子。那所以说那部分线的阻力减小了以后，你势必就是为了保持重力的这个跟这个总的阻力的一个平衡，你就会导致你在机械刹车上面加很大的力。那就是在用细线的时候呢，你调完之后啊，特别是细线重饵的时候啊，适当的放松这个机械刹车。所以呢，回到现在许多网络上的各种调整的方法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有许多这种非常特别的这个调整啊，比如说有些人跑上来就是所有的卷线器它的机械刹车都关掉啊什么，它实际上也是有它的针对性，有它的道理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同的抛投方法的针对性，那它可能本来就是一个暗调超远投的调手。那所以它才是这样上来，机械刹车全都关掉，不管是什么卷线器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啊，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分清楚啊，不是呢什么东西都拿上来，然后生搬硬套就可以了。所以呢，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留的问题啊，调零或者是调到机械刹车匀速下降，落地不炒，哪一种说法对呢？这个答案就是又对又不对。那每一种呢都有它适应的一个前提和范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对不同的主刹车啊，它的调整方法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它的背景刹车值来。那像 S 加的离心刹车呢，你就可以开一点机械刹车；而像 D 加的 SV 磁力刹车呢，你是可以不用加机械刹车的。那另外呢，还要分抛投的种类啊，要根据我们不同的弹道要求、不同的抛投的初速度，有不同的调整方法。然后呢，看天气的状况，特别是风阻的情况啊，然后呢还要看我们吊手的段位，要知道自己啊究竟是抛投的新手还是抛投的圣手，抛投吊具的搭配懂了没有，抛投的最佳姿势掌握了没有，还有很关键的拇指的反应啊，反正呢就是切记不讲条件的互相生搬硬套。好，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具体的科学的调整不同刹车应对不同情况的方法，希望呢也是给新手一个正确的第一印象，给老手啊一个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解释。那今天的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建议或者问题呢，非常欢迎您给我留言哦。如果您喜欢更多这样的科学性、原创性的路亚内容，就请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分享吧。我是杰瑞，大鱼祈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